哼哈而讲的。我俩成你保镖了。来吃吧。我对鱼过敏。哦，你对鱼过敏？对，那最好是都别碰。对，我就不吃了。给你整点呗。你要有什么忌口吗？最好是都别。快就完了呗。哎呦，哎，那个有酒精吗？小小，有。你的呢？我这也有，但我这有点重感觉。你是经常锻炼是吧？还好还好，有点那种黑皮体育生的感觉。在户外一般都没锻炼。就在外面纯晒太阳。你是哪人？我是新加坡的。嗯，我刚从新加坡回来。真的吗？一定是特别的缘分。有没有遇到他？哇，就是我接下去新加坡玩。他真的不会吗？挺会的。应该挺会。哦，那你呢？我啊，你猜？是中国人吗？当然是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你呢？你猜？四川人，不是，上海人，不是，北京人。啊，对，可以，3下就猜对了。啊？不像啊。他口音怎么那么不完全没有北京口音啊。那个男生没有，女生挺重。男孩可太不像了。你是北京的，那你俩应该是一地儿吧？你俩都是北京的吧？嗯。你在哪儿？海淀。哦，海淀。我海淀工作，但我家在丰台那边。还行，也没有特远。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南京人。江苏南京人。我觉得除了夏瑞，其他都挺像南方的。我觉得他也是北方，他也是北方人。对，我是北方的。他比我还北，肯定的。对，没毛病。都你了。我没有人猜对过我是哪里人，从来没有人。福建。啊？猜对了。他猜对了。福建。对。哦。啊，真的？对，我是福建人。好厉害！你怎么猜到的？你往偏的猜是吗？没有，因为福建女生很漂亮嘛，对吧？哇。哦，这个是会的，谢谢这个是会的。像杀猪盘了。是吧？老会讲话了，你知道杀猪盘就特别会哄女生。这么一下我就弄明白了。各位女性要小心杀猪盘。我祖籍也是福建的。真的吗？那你讲闽南话吗？會啊會啊，我也會。我咪自己有講。你係有講？哦。有淡薄冇少想，新加坡。但是也要聽。也要聽。那个真是加密了，根本听福建話。我會曉。我咪曉，你咪曉。我嘛是啊。你都會人啊？台灣人。台中。剛聽你的口音就很親切。是啊。哎，跟你不存在。你们两个可以让他说台湾腔了。哎，对，对，快点。很机车哎，很机车哎。哎，你没有看到你们照片在上面吗？看到了，但是为什么有2位在下面？这默认已经分好了是吧？海岛初见就从一句“你好”开始吧。哦，哇哦！请依次来到立麦前进行自我介绍，和大家分享你的恋爱说明书，并在恋爱象限上标注自己所在的坐标。无限的未知与瑰丽，除了星河大海，还有我们这个夏天即将发生的故事。哇哦！文豪写的诗。谁先来？那我先来啊。行，最一。这边你的恋爱说明书。你找找你的信。哦，慢点。喂 ，test test，1 2 3 1 2 3。
这麦也太矮了。哦，这两个。左膀右臂啊！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坐着。咋弄？这儿。哦，可以了。可以了吧？好的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夏瑞，27岁，目前和朋友经营一家公关公司。大学学的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，电焊界冉冉升起的新星。外表时尚，内心保守，为人不算特别老实，但天生胆小，我称之为谨慎。前后呢，谈了很多年的恋爱，但加起来也没有几个前任，算是马拉松式恋爱选手。对待感情非常认真，痛恨快餐式恋爱，属于一旦认准了就不撒手的类型。恋爱方面属于主动出击的选手，勇敢追爱不害臊，信奉爱情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。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，但这不代表我会死皮赖脸的追别人。我只是在适当的时候使用一些小技巧，让对方爱上我而已。虽然在了解阶段，我的撩人话术经常被朋友们吐槽像个油男，或者套路过于明显，但我觉得有用就行。黑猫白猫，逮着耗子就是好猫。太悲情了，有点逮着耗子。诚寻一位五官端正、身心健康、无不良嗜好、踏实靠谱，最好还能有点小幽默的大大方方的男嘉宾。有意者电联，非诚勿扰。OK， 一人实锤。这是要怎么弄？你们觉得他是属于会弹还是不会弹那个？会不会的。啊，我也感觉，就是他可能是看起来比较会弹那个。哦，人贴在了会弹那块。对，那只是他原来掉的那个地方。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了。我赞。下一位，有谁想做勇敢的第二位吗？我来吧。啊，你来。好。对呀，好不容易出声了，刚刚好害羞。刚好是我的。好。我叫任可，我的名字很好记，它的谐音就是认可，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喜欢和认可。我今年22岁，然后刚毕业于复旦大学，之后会去香港大学读研究生。哇哦！然后平时喜欢摄影、音乐，还有游泳。我拍照还不错，很愿意给大家拍一些漂亮照片。我的人生梦想吧是组建乐队。哦。我觉得梦想是不一定要实现，它只要摆在那里，它就会提醒我不要做一个无聊的大人。截至目前的20几年里，我没有谈过恋爱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母胎单身。除了亲身实践，我好像通过许许多多的方式。安全区。我不太会恋爱，担心自己在恋爱关系里会有些幼稚任性，但我还是期待恋爱。所以，如果能够获得一种爱的魔法，我希望是可以对自己喜欢的人勇敢100次。这女孩好乖啊！你有没有刚刚发现，女孩说我是一个母胎单身，几个男生就开始这样，脸开始表情消失了，整个凝练了。那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？就会特别慎重地对待这个姑娘，怕她受伤害。对，你们会不会听到一个女生母胎单身会？
但是这姑娘讲的后面那句话特别好，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不会在意什么因为受伤而怎么样，我会愿意付出的去对男朋友好。她不是那种小鸟容易受伤，她是很愿意去很美好的爱。如果那个男生是特别真诚的对待所有女生的话，我觉得是不会有太大压力。而且我特别喜欢他说的，他想要学习爱人的能力。我觉得这个很。哇哦！而且他22岁母胎单身，其实还 OK， 很正常。但是就是因为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段，你就不想伤害他呀？那为什么就一定是伤害他呢？你因为不想伤害，所以你会谨慎嘛？那这个谨慎的开始是好的，就好像你对一个初学的人，你会想要去扶他，那是一种本能嘛。懂了，以后遇到人都说我母胎单身，你有点难，你这个之前说我没谈过恋爱。对，我来，你想先来吗？可以。哎呦，这么高你们！我叫潘千荣，我是 ENFJ， 然后他是 E， 对，他是 E 人啊，他很像 E 人。我在生活里面是一个没有成就感就会疯掉的人，所以我一直在探索这个世界。然后我也喜欢从生活的小细节里面去发现商机，所以你们可以猜一下我的职业。小细节，商机。投资经理。有点像哎。风投。是金融行业吗？对。证券、券商。差不多，对，股票投资分析的。哦，哇，很厉害。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吗？开始拉生意。有实习机会吗？开实习证明。之前一直在加拿大工作，然后现在是回国发展，上个月刚回来的。然后朗读一下我的恋爱说明书。哎，我写的没有大家那么的。呀，这个微表情是怎么回事，姜老师？有故事。这个E人，他是感觉要哭了。放松一下，深呼吸。等一下啊，没事，慢慢来。我天，这个情绪起伏。这段恋爱是发生了什么？这段恋爱应该不好，肯定很不好。从18岁算起，我只谈了一段恋爱。这段恋爱有3年，这3年里，我是一名纯爱战士，虽然是战损版。战损版，纯爱战士。纯爱战士一般最后都是战损。这几年我听过很多人说我是恋爱脑，但是我想告诉他们，因为我是一个做什么都会拼尽全力的人，生活上是，事业上是，所以爱情也是。我妈说我头铁，要撞塌南墙才会回头。但是我觉得我很酷，用心写了，因为我所有的努力都尝试过了。我想，如果爱情来了，我还是恋爱脑一个，因为出现了一个让我想拼死去爱的人，我觉得好幸福。在今天以前，其实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很会谈恋爱的人，因为所有对方需要的我都给了。可是我好像忽略了，恋爱不只有爱他，我也得爱自己。我过于圣母心和讨好，不断的付出、原谅、拯救、纵容，可我自己变得紧绷、焦虑，甚至还想越给越多，而失去了自我。就这，我还得意的以为我很会谈恋爱。我想谈一场强强联合的恋爱，我们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，但是在只有我们2个的地方，我们都是幼稚鬼。如果你是那个人，我想告诉你。我把你带入进了一首我听了很久的歌，这首歌叫
走心。他是还没有走出来吗？不是，他应该不迷恋上一任，不迷恋，但是伤得很深。他只是不知道自己这个怎么办，过度付出，讨好型。对，他前面说的话，我觉得跟我一模一样，就是我们感觉自己付出了一切，然后能给的全给了什么的。就是我现在慢慢才知道，就是你付出的时候，那你有没有问过是不是对方想要的？对，这就是我在恋爱当中我会反思成长。对，这是我这1年才自省出来的。我每天都在想，哇，就是你是爱上了自己在爱的样子。也可以说是被自我感动，可是可能比那个自我感动更复杂一点，就是你感觉你是有爱的能力的，所以一旦你自己给自己的这么满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那人根本不领情，那你就跌到谷底。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劝很多付出型的女生，其实你的付出有时候真的不值钱，不值钱的原因是因为你决定了它的价格，可是对对方来讲没有任何 price 在那里。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了这样的，那男的又该怎么办呢？就是那种给的特别满的那种的。我们先问，如果这女生一上来就特别满，你能接受吗？这压力大死了，就大死了，就咋还呢？这不好还呐，就是这个问题。那好，第二个问题是，如果他前面受过很重的伤，对这段感情充满了泪水，你是带着啊好可怜、好可爱哦，我想要保护你，还是你会觉得？先解决这个事儿嘛，就等你慢慢过了这事儿再聊呗。聊天还不能聊吗？大为，你会跟一个还在需要疗伤期的女生迅速的发展一段感情吗？姐，这不敢回答。你说啊，我愿意帮他疗伤，我们就是那杀猪盘。你提醒了我，大为刚要说这，我差点跳下去了。保护你一波。但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接受到很满的爱的那个人，有的时候我也无法表达出你给我的爱并不是我想要的，因为这个话是没有办法表达的。对呀，你哭爱，我就你别了，你什么玩意儿？我不喜欢这玩意儿。但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一股脑对你好，也挺好的呀。不，但比如就是你说的那个爱，可能是我觉得压力太大的，或者那就是分2种，一种是这个好我能接受，还有一个是自己不能接受，那就聊呗。就是细分化，你这个我喜欢，你这个我不喜欢。我给你出份 PPT， 这听好了啊，这段呢我喜欢，这段以后别来了，我受不了。这绝对就聊不了。但像你如果要跟别人说这个你不喜欢，你要怎么表达在不伤害？因为对方给你的时候，他觉得他是在对你好。我有一个经验，就是我刚认识秦老师的时候，然后我去剧组陪他，我就帮他洗袜子，然后他跟我说你不要帮我洗，然后我当时非常惊讶，他说没事，你就在这待着，你爱干嘛干嘛。我觉得我在跟他交往的过程里面，慢慢发现说，原来陪伴是他最需要的东西，我不需要去呈现一个贤妻良母的样子。对，所以遇到这种人要2部分一起说，直接讲，就是这个事情我是什么感受，你可能会伤到一点点，但没有问题。还有下一句，你在我心里是一个什么什么人，我希望你是一个什么什么价值，就你给他建立一个目标，他愿意往那边走。学到了。